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我是董进桥，向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问好，大家好，大家平安。马上介绍这集的3位来宾，第一位是前立委蔡正元，乔哥好，大家好。第二位是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好，以及我们的前海军舰长吕律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欢迎3位来宾加入我们今天的讨论。那今天一开始的头条重点呢，是要持续看现在火药味越来越浓厚的中日关系了。那正当全世界都在聚焦这一次中国总理李强还有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他们在 G20 上面会不会有一些破冰的互动呢？那结果是这2个人连最基本的礼貌互动都没有。来，我们请导播来带一个画面来看到这一次很明显呢，对比之前高市他是开心迎接川普总统，两人又是挽手下楼梯啦，又是有说有笑。这一次他跟李强呢可以说是零互动、零接触、零眼神交流。那么日本媒体还形容高市早苗是这个经历了一场非常令人尴尬的一个灾难性的外交那他本人是重申，不管现在跟中国的关系怎么样，那他希望日本的立场是没有改变的，希望跟中国建立有建设性且稳定的双边关系毕竟这几年非常流行去日本旅游嘛，那中国老百姓的这些观光才赚起来，不香吗？但是呢，现在双方关系闹僵了，可能中国游客都不去了。日本的经济也传出了3大的崩盘警讯包括了 GDP 6个季度以来是首次的萎缩，还有通膨已经是连续43个月突破了这个日本央行的警戒线，物价狂飙啦，薪水不涨啦，还有这个日本的汇率已经低迷许久了，都让日本很多的朋友非常的痛苦，非常的难受。那当然还有债务的问题等等，种种内部隐忧都没有解决。那么现在又来一个中日的外交矛盾那高市鲜明的立场我们都知道，但到底为何他要在这个节骨眼上感觉不惜跟中国硬碰硬呢？我们先请教杨老师。其实日本现在整体上看起来，经济层面大家的感受真的是越来越严峻10月1号开始很多的物价都在调高，可是生活上基本上这几年都感觉上没什么太大的变化。那因为观光以及服务业的这个提升呢，使得街头上观光的这些景点其实是很热闹了许多。我觉得接下来这个影响会是长期的，也就是基本上日中关系、中日关系都难以止跌。关键一方面，高市现在人气很旺，好几个民调从65%、69%到最近的读卖新闻出来72%。那当然，读卖新闻它有一点机构效应因为它是比较保守的报纸。可是你问到对于经济、对于各个层面的这个表现，高市的政策的满意度如何？目前我觉得都还是停留在蜜月期。可是对于就是中日关系的这个看法，大概是在读卖新闻是56%、25%这个跟共同社做的48%、44%就有差别。那当然就是赞成跟反对。特别他在国会讲的话，以及中日的这个互动的关系，所以以现在看起来，我觉得他在民粹跟支持率上，他其实是有恃无恐。他觉得他现在已经跟过去日本曾经最辉煌的小泉内阁时代的这个民望一样高，因此他不需要去改变任何的这政策。那另外一方面呢，当然他代表的是这30年来，他1993年从政进入政坛。到现在为止，他站在的是比较保守右翼的立场，也一直都没有改变。其实，他所参加的谈话会以及相关的这些团体，对于修宪、安保3法、集体自卫权、美日安保，甚至安倍后来提出来的台湾有事、日本有事，都做过一些讨论。而这有它的一个整体的关联性，在法律上、在政策上，在日本要如何成为一个正常军事大国的这种战略论述上。所以我觉得高市讲出来的话不是他突然的，是他一直有这么坚信。也许那是在质询当中，他自然的就讲出他坚信的话。他讲出来当然就不可能收回去了。一方面这个民意高民意高3个原因第一个，他抓住了美国，他抓住了川普，是日本人觉得这个是做的正确。第二个，右翼的媒体跟一些网络的右翼不断的在支持他，在捧他。所以大家其实反对他的声音并不是很明显的出来，虽然都有一些这个过去的首相还有一些政治人物，还有一些学者有讲话。第3个当然也就是他发钱嘛，经济上这就没什么问题了，拿钱就开心，对不对？那
不像我们这个普发1万搞了半天，搞这个终于才出来。那出来之后，民进党的立法委员在那边这个表态，好像说他们的功劳。那他不是，他主动就发2万啊，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就大概是川普也现在看到他这个效果不错，可能接下来要发个2000块美金哈。所以现在政府这种搞民粹，然后呢剧场比较极端的民族主义式的，几乎大概都是这个样子。所以你说他什么底气？就这是在民调、右翼以及在他的就是整个这个跟美国的关系上，他这个底气啊，还目前看起来还有一段时间。我个人认为啊，中日关系其实这个恶化很难止跌，大概在高市的任内大概不容易有太大的变化。是，好，说到日本的这个问题哦。这几年日本的利率有多低迷，大家都很清楚，每天都是甜甜价，所以也吸引了包括大中华地区的游客，甚至全世界的游客，这几年都疯狂的去日本旅游、购物、去消费。但现在，中国大陆不鼓励大家去玩喽，减少观光团，减少你的航班，邮轮要改道，香港还取消了一些学生的活动等等，让日本的观光产业呢，顿时是失去了一个最大宗且稳定的海外消费群体那也就是中国游客。而且这只是中方我先不买你东西，不去你家玩的轻微反制了。要知道他们对付美国的这个大绝招，我的稀土、我的原物料出口管制限制，这些都还没有对你日本拿出来用，那你就已经先感受到经济上的压力了。那俗话说，少赚钱啊，比赔钱更痛苦感觉现在日本就有一点这样的感觉。所以他们在 COVID-19 之后，积极的盖了非常多的新的饭店，非常多的这些观光的相关设施，就是为了迎来全世界旅客嘛。那现在中国游客不来了，那这些设施跟企业当然也会受到一些营运上的压力。那舰长认为这波抵制潮会不会造成一些倒闭的后果？一定会的因为我们之前所看到的，也就是有关于水产品的部分，可是那个只跟这个单一的一个业种，而且呢，那只有单一很小的一个范围，可是现在已经扩大到整个方方面面了如果我们来看说，有关于水产品的话，在2022年跟2024年的时候，我们来看2022年其实还占了将近快要1/4，是。可是到了2024年，因为福岛排放核污水的部分，我们就看到几乎已经快要小到不予列计了，快已经消失了。那这是最大的差别的部分。那现在大概本来是说开放的，到11月已经开放了，可是现在又回到以前，是不是又要回到这个几乎快要不予列计？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但是其实中国、美国、日本跟中国大陆，他们2国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贸易伙伴来，我们来看这张也就是有关于日本出口的最大宗的第2国，其实就是中国大陆。对，而且它占的比率是到了17.6%。那如果说有关于进口的部分，中国大陆是第1名，最大的，那也就是它占的是22.55%。那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么多的一个例如说，无论是游览车，无论是饭店，或者是餐饮业这些部分，其实都是比较容易进入的一个产业那现在如果说中国大陆全面抵制的话，那其实它的这个产值看起来可能影响的层面并不高，可是影响的人数就会很多，非常广。对，那如果影响的人数多，也就是开始动摇了自民党的未来的那个长期执政的一个体制那而且最大的问题是中国大陆的观光客不去日本的话，谁能够做个替代？哪一个国家能做替代？而且我们刚刚已经举了那个业种这么多我们要注意一件事，就是一日之所需，百公司为备。我们只讲到了有关于游览车的部分，游览车的后面呢，它的油料的部分，还有它的保养的部分，所以各方方面面全部都会受到影响。另外还有药妆的部分，真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么多，现在只是开始，其实中国大陆只是敲打一下而已，真正的狠招还没出手。真的，我每次去表参道或是银座，真的是手上提的精品袋的呢，基本上都是说中文的游客了。好，我们再来看到。说出去的话就跟泼出去的水一样，很难收回来。所以高市这一次台湾有事论呢，就让日本的资深评论员这个田崎史郎他就说，如果高市撤回他的发言的话，那就意味着这个高市政权已经终结了。
但另一方面，日本的经济学者田代秀敏则警告，如果高市要这样子坚持自己的立场不回头，那将一起陪葬的可能是日本的全盘经济啊。那前首相石破茂也开炮，认为台湾有事论，这是日本很多政治人物都曾经讨论过的东西，但是你不能公开放到公开台面上场合来讲。好，所以面对眼下这个日本面临着政治跟经济的两难抉择，高市他现在是要坚持自己的论述、自己的立场跟政权，不惜让日本的经济一起陪葬下去，还是说悬崖勒马来认个错，向中国求和？哎，大家还是回来玩吧，多吃多买，钱照赚，酒照喝，大家还是好朋友。蔡委员，你认为怎么样才是一个最佳的解？我判断是既不会化解，也不会有经济赔偿，更没有低头求和。这是一个中日双方最关键的战略利益的较劲，也是高市早苗讲的不是一个话，他只是把一个日本的核心的政治状态，像冰山一样浮出水面而已。所以刚才杨教授我特别提到，他有70%的民意支持，我为什么要退？你要知道，在这种西方式的选举政治底下，我有民意，我就有选票。那其他的，如果政治压力、经济压力，甚至军事压力没有办法使我的民意退潮，那我宁可选民力救民力。你说他民粹也好，你说他一时也好，等到退了再说。但我个人的观察，这一波日本的右倾的风气，并不是从高市早苗开始，而已经吹了很久了。就以2021年来讲，日本自卫队已经规划在台海周边从事军事活动。解放军知不知道？知道。从2023年啊，当时的台湾的军队、美国的军队跟日本的军队已经做联合指挥作战的兵推，这什么意思？就是大家都在准备。那中国大陆知不知道？当然知道。也就是说，只是把一个本来大家都不想掀开的锅盖，高市早苗可能是不小心的，可能是刻意的，可能想要做一个压力测试。这样丢出来，端上台桌了。端上台桌，所以中日之间的核心利益已经进入一个浅水区，还没到深水区，相互给的压力测试。这个压力测试会不会使得日本的经济崩盘？我认为不会，因为日本的经济并不是建筑在观光业上面，所以观光业也许产生很多失业啦，产生很多退潮啦，表参道啊，或者等等啊，会很多购物人潮会衰退。但是这不是日本经济的主轴，日本经济害怕的是它的汽车卖不到美国去，这个还比较实际一点。所以整体来讲，他在接受日本经济的测试，一样的道理，中国大陆也在经历一个跟日本脱钩锻炼的经济测试所以双方面的压力测试已经开始了。再来政治上了，中国大陆一连串的行动，不管是在国际法上，在国内行动上面，在这个所谓方方面面的军事准备方面，中国大陆也在给日本压力测试，相对的也给自己压力测试。但是不管如何，高市早苗作为一个选举的政治人物，一定是以保住自己的政权为优先。日本经济以后再说，日本政治以后再说，外交更不是问题，这个不会是政治有考虑的重点。所以他现在因为他的民调已经高涨到了一个非常高，以及不太可能再高的阶段，前所未有的高度。他为什么现象呢？他当然不会逢高杀出嘛，所以他现在就装乖、装无辜、装没事，然后看你中国大陆怎么办。而中国大陆自己也要负起相当的责任，就是他把日本右派的起来没特别的注意。为什么没特别注意呢？我来举3个例子就好。2024年9月25号，日本自卫队的驱逐舰叫萨扎纳米通过台湾海峡第一次，解放军没吭声。2025年2月4号，日本驱逐舰 Akizuki 通过台湾海峡，中国大陆装作没看到。今年2025年6月12号，日本驱逐舰 Takanami 也通过台湾海峡。那日本的驱逐舰通过台湾海峡，跟其他国家政治有没有不同？你现在就看出不同了。所以中国急着要去引用联合国宪章里面的所谓敌国条款。为什么？亡羊补牢。所以前段时间轻忽了日本右派势力的崛起，纵容日本的军舰可以打着
这个自由航行的口号通过台湾海峡，这本身没有把它解读成右派势力对中国的挑衅，以及对台海战争的准备，而把它解释成跟美军跟其他舰队一样，那就一个很大的失误。所以中国大陆也要面对自己的压力测试。未来如果有日本军舰再通过台湾海峡，你是不是还是一如既往？是，没错。这个联合国宪章的讨论，我们待会也会跟观众朋友展开并做解释哦。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那如果说现在中日外交还是旅游还是经济的问题呢，大家还可以打一些装傻，打一些模糊仗哈，战略模糊的施展空间。但是在军事方面的叫板叫声呢，就会更硬更直接了。我们来看到中共解放军哦，旗下的账号中国军号已经连续1周啊，他们在社群媒体 X 上面哦发布了许多的军事备战的相关影片。我们请导播来带大家看。这些影片里面呢，哇，又是很多这种雄赳赳、气昂昂，然后非常壮大、壮盛军容、耀武扬威的感觉哈，还暗示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哦。那这个东风大家都知道，可不是打麻将等胡牌哦，是实打实的超音速导弹。那么中国外长王毅呢，他也是很了解日本事务的外交高层，他都警告了日本领导人讲了不该讲的话啊，逾越了这个不该逾越的红线，并提出了3个绝不允许。所以杨老师，你认为，如果中国2025年已经面对让美国这么多方方面面，从这个科技、贸易、政治所有的刁难与挑战之后，如果他现在再贸然开另外一条战线，跟日本死磕到底的话，这样做划不划算？我认为中国大陆现在了解哈，进入到21世纪，中国要发展、要崛起、要建立起中国梦、民族复兴。你第一个要处理中美关系这2个大国之间的关系，第二个呢，他要处理台湾问题，而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重要的环节。他过去正如蔡委员所提醒我们的，他觉得可能日本大概举无轻重，可以跳过了，结果没有想到高市的这番谈话，使得日本的右翼整个浮现台面，而不是点的浮现。它是整个面的浮现，所以他现在在战略上应该了解到，他必须要也同时处理日本。从北京的角度，高市的谈话有3个层面哈。为什么他这么重视？第一个，台湾问题；第二个，历史问题；第3，安全环境问题。3个都一样重要。台湾问题牵扯到的就是说，因为高市的发言，可能是暗示的有武力介入的空间，所以当然，这种曾经侵略中国、殖民台湾50年的，现在又要武力介入，那这个当然台湾问题很敏感。那这里面也牵扯到就是历史问题。高市所代表的30年来，他对于战争、靖国神社、慰安妇、南京大屠杀的这些质疑甚至否认，就代表的整个。其实日本的右翼今天这不是死灰复燃呐，它根本是完全的浮现出来，所以他认为历史问题也是中日关系现在一大的关键。那第3个安全环境，这个可能更严重，也就是日本现在已经浮现变成在第一岛链上，从菲律宾到台湾到日本都作为美国的代理人，甚至日本自我标榜成为副警长，而介入到这个岛链上其他的地区，像是台湾问题，他之前。去年这1-2年，其实也在菲律宾上面也使力很多，军事准入条约啊，出售一些军舰，就是海警船给菲律宾，所以这些作为，其实现在大陆应该了解到哈，从3个层面，台湾问题、历史问题，以及也就是这个所谓的安全环境，所以他现在才会那么全面性的。我们不要只是看这个一句话，这个反应好像变成一个外交上的冲突而已，没有那么单纯。我觉得这个事情会是一个全面性、战略性的这种反应作为。一句话背后其实蕴藏着非常多中日之间还有整个区域已经埋藏许久的隐忧啊，在这一句话引燃了所有的这个引爆点。好，那如果我们假设一个情境，
中日的关系现在持续往最极端的方向发展，我们不乐见。但是如果真的走到了不得不动武的阶段的话，那现在中方开始引用了联合国宪章第53条，刚才蔡委员有提到，就是前敌国再次实施侵略呢，中法苏英美有权直接实施军事行动，那无需安理会的授权这个条款啊。中方认定的侵略呢，当然包含了介入台湾问题。但是日本的外务省则反击，强调这些都是老掉牙的东西，早就过时了，并且1995年进行了大会表决时，你中国大陆也是同意的啊。结果双方现在把这个考古文又拿出来重新做解释。我们这边请蔡委员深入浅出这样帮观众朋友上个历史课。这个敌国条款放到现在2025年的今天还有没有效力？还是有效的，还是有效的。原因在哪里？原因在联合国宪章的位阶比联合国大会的决议更高。换句话说，你联合国的决议没有办法推翻联合国宪章，即使说我在决议的时候举手同意，但是我仍然可以引用比决议更高的宪章来处理这个问题。就像说，在立法院通过个法案，即使我这个党团赞成的，但是如果我要引用宪法的权利来推翻我原先主张的内容，可不可以？可以，因为宪法的位阶高于你决议跟法律的位阶。我们来看一看。联合国宪章是有2个跟敌国条款有关系的，就是107条跟第53条第1款。第107条怎么说呢？就是联合国宪章不会禁止2次大战中这个牵制国的敌国因为该战争而延伸的执行的行动。也就是说，你是我的敌国，那你割让台湾给我，我割让台湾给，现在还来给我。就你要介入我这个取得台湾的权利，所以我可以不受联合国宪章的约束，直截了当的跟你发起作战。当然，只限于跟第2次世界大战有关系的项目。偏偏台湾刚好就第2次世界大战有关系，你不能说我跟你日本去打北海方四岛啊，你不能够说我跟你日本去什么八重山啊什么东西去打仗，那个除非跟台湾问题有关。所以台湾问题碰巧刚好就是该次战争而采取执行的行动，那你自己要把头伸过来啊！这第107条这样规定。所以很多人说啊，那个已经决议无效了，谁跟你说无效？碰巧台湾问题就是2次大战留下来的问题啊。那你不能说为了日本其他问题跟他打仗，要联合国安理会同意，要不然你违背联合国宪章。那第53条是怎么讲呢？就如果你有刚才我讲的107条的情形，你不需要联合国安理会的同意授权啊，你不需要授权哈。然后，反正你如果把它定位为说你介入台湾问题是对中国的一个侵略，然后你对此等国家的再次侵略能担负防止责任，就是我中国的责任就是我要防止你再次侵略。那中国可不可以把台湾问题解释为日本介入时候的再次侵略？刚刚好又可以，反而美国不行，而日本绝对是可以。所以日本不要轻忽这个敌国条款的法律作用，好像说中国已经解除日本是敌国身份的时候，这个条文就不在。对不起，这条文从来没被修正过。那我中国随时可以不接受决议，我可以否决决议。为什么？因为联合国大会的决议是没有约束权，除非是联合国的内部事务。2758号决议案刚好又是内部事务，因为我要决定谁是会员，谁不是会员，是我联合国内部，跟别人无关。但联合国大会没有办法去决定，加沙走廊要不要和平，只有安理会可以啊。所以它的运作是这样的运作。那我们只能说，中国提到联合国的敌国条款，刚刚好在法律战上面已经立于不败之地。好，现在手上有一张牌了哈，那就看双方是不是捞更多的牌，累积到一定的筹码之后呢，就要来做一个拼牌的较量。好，中日的外交隔空交火，然后还有刚才翻出这些历史的条款来做解释，当然在军事动作上面也是不少。中方就发出了航行的警告，从11月23号到12月7号，连续2周要在渤海地区进行实弹射击，冲着谁来不言而喻。日本方面，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也在日前呢去到了冲绳的自卫队基地去视察，还顺道访问了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等等。他也宣布要加速在与那国岛的飞弹基地部署跟地下掩体。好，如果双方真的擦枪走火了，
日本知名的生物学者早稻田大学的名誉教授，这位池田教授他直言跟中国开战的话，日本是必败无疑的。那前首相石破茂也批评高市早苗，真正该讨论的应该不是台湾有事等于日本有事，而是要如何避免台湾有事啊。好，我们就从双方隔着一条东海，海上的战力也是吕舰长最擅长的一个领域，海军配置来分析。如果中日真的开打，仅凭日本自己绝对是不够看的，但是如果加上美国，加上第一岛链撑腰的话，解放军最忌惮的会是什么？其实我们刚刚讲到啊，如果只算第一岛链的话，那第一岛链其实只有日本。那我们真的觉得韩国会抽调他的兵力支援日本吗？大家想一想，第2次世界大战之前，韩国受到的待遇是什么？它内部的问题都无法解决。那对于台湾来讲，台湾也在第一岛链上。台湾真的胆敢抽调任何的海军去支援日本吗？而且日本需要吗？那等一会儿我们来讲这个问题啊，也就是我们不断的看到，中国大陆其实在这种无论是渤海或者是黄海的军演，但是其实这些都是例行性的，跟日本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看到21号他所发布最新的辽航警495的话，其实它只是在大连跟旅顺的附近，那甚至呢都还没有进入黄海啊。那也就是说，这一个区域经常发布这样的一个军事任务。为什么？因为其实大连它有任何的，例如说055万吨驱逐舰，它可能要进行海试的话，它会用这一块。而且旅顺呢，它最近有非常多新的装备也是如此。可是今天我们又看到了另外一个，就是刘公岛这个地方也会进行实弹射击。可是这个实弹射击呢，它的距离非常的短，它只有它的半径1海里。那半径1海里，直径2海里，也就是算出来也不过就是3.7公里而已。在刘公岛这个地方，也跟实际上不要讲说跟北韩、南韩、跟日本更是没关系。但是我们要特别注意一件事情，刚刚主持人特别问了有关于美国的态度是什么。我们看到啊，这是日本的一个智库，四川平和财团，他之前提出的一个群岛防御的一个概念。那他这个是2017年提出来的。提出来的时候，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美军的角色，也就是日本，他要负责第一岛链的防务。那接下来美军的无论是隐形战机或者是航空母舰打击群，都会从第2岛链来驰援。可是我们看到2023年，同样的一个智库，它又提出了2.0，它有新的更新。它更新了之后呢，我们看到了什么？它将这个各型飞弹的射程呢，都进行了调整，因为日本还是获得了很多的新装备，无论是自制或者是外购。那但是我们在这上面有看到美军的角色了吗？没有了。意思也就是我们讲到的有关于美国是不是会来驰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有关于与那国的问题是这样啊，与那国其实它上面已经不是荒岛一片了，它现在盖了非常多的一个雷达站哦。那在这个雷达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它就是24小时1年365天全时开启的，所以它有这么多雷达，也就是今天开 A， 明天开 B， 然后但是我要全盘的能够掌握那个与那国北边以及跟台湾之间的一个所有的一个船只的动态啊。那我们看到了这么多，其实我们刚刚还看到了这一张哦，这2张照片，也就是我们看到了美国美国的陆战队啊，它搭乘了 CH-53超级种马的这种直升机，直接落在与那国上面。它其实这张照片，其实它是提供由与那国提供它热加油，也就是它实际上它没有停机，还在加油。那另外呢，我们看到它就是人员的整补的部分啊。所以其实美国也不断的在加强整个日本西南诸岛的一个防务，但是有用吗？没有用，因为美国不会来的。不会来。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呢，还有更多美中之间的晶片话题以及俄乌的和平提案呢，现在有许多的讨论，我们待会会带你来看。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
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再回到节目现场，我们继续来讨论。现在美中持续在做高科技的晶片博弈哦。那这个情势要出现重大逆转的讯号了吗？怎么说？正当全世界都以为美国要持续掐住中国发展 AI 这个高端晶片咽喉之际呢，彭博社他们有一个劲爆的消息哦，说现在川普政府正在讨论，我们要不要开放 H200的晶片呢？重新再卖到这个中国市场。那之前哦，白宫明明才大张旗鼓的把像 H100、H200还有 Blackwell 这一些全部都要进入到这个管制名单、禁售清单，结果现在 H200不是一个低阶的东西呢，现在又考虑要退一步卖给中国了，而且美国内部甚至有消息指称呢，这竟然是一个折中方案，因为他们不敢卖 Blackwell， 怕辉达的营收崩塌啦，整个拖累美股，这是川普最不想看到的，因为美股就是他的底气。然后还有怕挡不住中国这个国产晶片加速研发一路狂飙的生态，所以我卖200给你是一个折中方案。那当然呢，这个一下卖一下不卖都是你美国在说的玩法，中国当然也不乐意嘛，所以他们现在也是呢政令来促使自己要加速研发自己的产品，包括华为这边重磅消息，未来3年要推出4款的新产品，甚至这个升腾950的 PR 在明年的第1季要上市，它的目标呢，甚至是对标辉达的 H100哦。所以虽然没有到 H200那么厉害，但是100也可以让现在中国自主的算力呢有一个基础的保障。好，那也是希望能够早日摆脱像辉达啦、AMD 这些产品的一个系统性的脱钩，达到系统性脱美这样的一个自主权。好，川普为何现在不断改变，又忽然要卖你 H200了？此时此刻正在实施 AI 自主化的中国，会买这个账吗？还是我就等到明年 Q1 看这个好不好用？好用的话，我就不要买你的。杨老师怎么看？买还是会买了，但是华为的突破以及举国体制政策上的扶植的加快速度是不会停的，而且可能会更加速。但我讲的买可能是民间的买，政府就是北京这边看它会不会延续当初对 H20的质疑，那对 H200那是不是同样的态度 ？H200我看在 NVIDIA 的官方网站上面，它是 H100的容量的2倍，所以它叫 H200。那当然一个说法就是在釜山会议之后呢，川普就了解了。他不可以再做川建国了，那基本上其实还是要顾及到美国企业的利益，以及呢，还是这个市场，大陆的市场还是很重要，是美国的收益以及未来研发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收益来源。所以呢，黄仁勋跟白宫里面的 AI 沙皇叫 David Sachs， 在这个议题上就十分支持，不只是个议题上支持哦。之前另外一个案件就是在美国的国防授权法里面，是不是要放一个法案叫 Game AI 哦？它这个名称是挑第一个字母，其实就是指保护美国基础建设效率及国安的法案。那他就说，如果硬体的公司像 NVIDIA 要卖的话，先卖给美国的企业，有美的企业哦，然后其他国家，那然后呢才可以卖给中国。那当然，我们看到像 Amazon 或者是这个 Microsoft 就欢迎这样的做法，可是 NVIDIA 是全力反对啊。那这个反对当然一方面是黄仁勋的这个企业现在是美国一样嘛，我们台湾的护国神山如果是台积电人，美国现在护国神山就是 NVIDIA 了，那全世界第一个市值超过5兆美元的哈，所以呢，它的这个大陆的这个现在在9月10月的时候，它的市占率一下掉了6%，掉了63%，只剩下30亿美元。过去曾经是占95%的，所以这一阵子 NVIDIA 黄仁勋不断的喊零就是零就是零，就是已经掉到快零快没有了，他非常的悲观哦。虽然他的获益还是不错，因为他从沙烏地阿拉伯、阿联酋里面获得了很多的市场，可是呢，这就是也许在国安跟市场之间的一个折冲。那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其实是也有一点晶片换稀土，也就是说，了解到中国大陆这个稀土的方案其实还没有100%的明确。是不是真的延后1年，以及整个审查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会有怎么拖延？因此呢，他在这个 H200上面也采取一个，就是说某种程度的这个妥协，又顾的 NVIDIA， 又顾的稀土，然后呢又顾的中美关系，大概是这个角度吧。至于大陆这边买不买，
那有东西卖，我们为什么不买呢？买来再看看差距在多少哈。那我想接着问委员，之前我记得您上节目的时候有提过哈，就是中美的晶片仅差一步之遥的说法。所以说，如果现在美国一直在放话说，卖给你中国 H200晶片这样的风声，一方面是不是在打心理战？还有中国自主研发的这个升腾950P啊，很快明年过完圣诞节，其实马上就要上市了。那如果它真的是可以成为 H20甚至是对标 H100一个不错的替代品的话，那还有必要一直受限于美国一下卖一下不卖的这样的一个做事吗？其实科技战也好，心理战也好，背后都是财务战啊。这个赚不赚钱才是硬道理啊。其他的都是台面上的话而已啊。2022年我讲过，中国的晶片产业可以花5年的时间赶上美国，那5年嘛，就是2027年，所以我们的静待还有2年的时间。2年，这2年时间是中国大陆考验自己，但我认为它能够做得到。除了说成熟晶片都更不用讲了，我们就讲 AI 晶片。AI 晶片，它现在的华为、升腾啊，是全力在赶工。那能不能追上 H100？我认为这不是问题啊。它现在基本上，已经准备了如何跟 H200来对标了。那只是生产的关系，先推出 H100。因为科技产业通常这样，我投了多少研发费用，到什么程度，我先要回收，等到下一阶段啊，我再推新的。可它研发一定超前进度，然后每一段时间把这个我刚才讲财务原因，把投下去的研发费用收回来。那中国大陆如果不买 H100，不买 H200，或者买的少的话，对辉达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财务压力。因为当它越发展到 Blackwell 或者明年要出现 Rubin， 会有个现象，就是越高端越贵，越贵买的越少，到最后剩下大概中国、美国会买。我举一个例子，那个ASML 哈，那个 ASM 那个荷兰的光刻机就是这个现象啊，它现在已经造到了顶端的这个所谓的 EUV， 已经到了一架4亿美元。对不起，谁买？台积电买一架，没了。为什么？你不让中国买，那你叫日本买吗？日本还在初级阶段，全世界没有人会买这么贵的。可是你投下去研发这个4亿美元一架的光刻机，请问你花了几百亿的研发费用下去，你不能回收的话，就会在今年不断的产生债务的累积，这个就是现实啊。所以如果辉达出现了营收减少，而且投下去的费用那么高，获利稍微没有像以前那么理想，那当然会拖累美国的股市。美国的股市一拖累的话，那是变成是会扩散出去，所有人财务受损，就会影响到消费，因为股票投资者赔钱；影响到投资，因为公司没办法发行新股。所以这一连串带动出来的影响，会跟台湾一样。所以说，台湾如果台积电离开了台湾之后，台湾的经济会开始往下走啊，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啊。那一样的，如果 NVIDIA 找不到新的大客户，我讲大客户哦，你 Blackwell 现在已经卖得不太好啊。只有沙特阿拉伯在买，还有美国自己几家在买而已啊。那如果 Rubin 出来，效能很高，力道很强，但是太贵了，不能回收，那就对不起啊，您就要停摆，不能回收。你每一个，不然我也不知道投了多少钱下去研发 ，Rubin 不知道投了多少钱下去研发测试、试产，都花很多钱，那只要不能回收，它的成长动力就停止了。所以中国大陆的市场能不能打开，关系着辉达的成长动力，也关系着美国股市的成长性。那川普不在乎辉达，也不在乎中国，甚至也不在乎美国自己，但他在乎美国的股市，因为他的好朋友全部在股票市场上。真的，是的。好，确实这个中国市场对于辉达、对于黄仁勋执行长很重要，也难怪前段时间他访问都是穿着唐装跟大家这样说中文。我们继续观察，还有中国这个成熟制程已经够强了，但现在就是要在先进制程急起直追嘛。一个市调机构集邦科技就发了一个惊人的预估，认为2023年中国将掌握全球半数的成熟制程哦。那他们到时会有全球超过50%的成熟制程产能，然后还有全球12寸晶圆代工的产能，年复合成长呢，全世界只有10%，但是中国是翻倍20%。以及今年6月，武汉的碳化矽大厂投产，年产36万片，来提供现在这个100万辆的中国电动车蓬勃的需求。
所以成熟制程大家经常误会，以为它是落后制程，但其实它不是啊，它反而是跟这些民间汽车、公控、电力、通讯、老百姓息息相关这些刚需的产品啊，很重要。但一旦中国掌握了全球半数的成熟制程之后，我们说这个半导体的市场有没有机会重新洗牌，然后成为中国第二个继稀土之后呢，成熟制程也可以作为一个战略的王牌？舰长怎么看？已经是了。是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回头看一下股价哦，在2022年9月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来看我们台湾成熟制程的这些晶圆大厂全部都掉价，为什么？因为中国大陆开始整个成熟制程大出台，然后接下来它就开始，只要中国大陆它进入了量产，任何一个产业它进入了量产，它就开始进入白菜价。对，它一进入白菜价的时候，对不起，无与人能比。也就是像刚刚讲到电动车就是如此，被卷爆。对，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那也就是说，为什么台湾的那个晶圆厂，也就是成熟制程的晶圆厂，全部通通都在掉价，因为中国大陆在砍价。那这也就是我们看到的。另外，我们再回想一下，大概在1-2个月之前的安氏半导体。我们讲到安氏半导体的话，那你荷兰的厂，你为什么不在荷兰自己做？你为什么封装测试以及部分制程要在中国大陆做？因为中国大陆做其实物美价廉，然后你才能够赚取更多的厂商利益这个部分呢，所以你才愿意到中国大陆来投产，不然你为什么不自己在荷兰产呢？这个也就是最大的问题。但是其实安氏半导体的部分呢，如果问到这个它的文泰科技的母公司的话，他说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的解决啊，也就是荷兰暂停了这个行政命令呢，但是这一家公司的控制权到目前为止依然未解。所以我们这样讲啊，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2025中国制造，所以我就说就不用等到2030年，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可是2030年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们将会看到的是中国标准，那也就是我们现在谈到的，有关于先进制程，我们平常可以用到什么？我们平常用到的最多就是手机而已，其他的通通都是军事或者是 AI 在使用，我们根本用不到。可是我们天天的，哪怕你开了冰箱，或者是开电视，用这个洗衣机，全部通通都是成熟制成的。那其实中国大陆掌握了每个人的生活，那它也就是说，会让全世界重新洗牌一次。那刚刚其实按照那个郑源老师的说法，也就是高端的都那个未来都会被美国掌握，因为台积电要到美国去了嘛。那但是呢，我们台湾又在成熟制程这一片又竞争不过中国大陆，那我们还剩什么？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再回到环球大战线的节目现场。节目的最后一趴呢，我们来讨论就是俄乌的和平提案哦，能否走向落幕？现在一个很关键，由美国提出的28点和平提案，现在浮出台面了。但这究竟是苦口良药，或者是糖衣炮弹？我们继续跟3位专家来探讨。首先，关于这份提案哦，我们这个时间有限，我没有办法从第1条讲到28条告诉大家。但是几个关键核心呢，大家要知道，包括了乌克兰你要割地。面积呢是相当于台北市加新北市，我们说双北啊。现在这个台湾人口居住最多，然后也是最发展的一个地方。第二要限武，就是呢，不管是你的军事力量、武装人员，包括乌克兰设定的这个美方是美方设定的60万人，还是欧洲希望的80万人，总之就是大概这样的数量。那其次呢，就是最关键的北约这个组织还是没有办法让你乌克兰加入了。所以呢，想当然尔，这份提案是非常具有争议性的。那虽然美国总统川普说这不是最终版本，大家可以就这样的基础上，我们再来小修小改，再来彼此讨论一下，这样的谈判是川普最喜欢做的事情。但是，一些国际观点认为与其说这份提案是帮乌克兰解决困境，还不如说是送给俄罗斯的许愿清单。大家知道圣诞节快到了嘛？里面非常多，大家觉得说为什么对俄罗斯让步这么多啊？
那实在是令乌方难以咽下。那川普却不太满意，他认为说，我都已经帮你到这个份上了，感觉现在基辅跟泽连斯基是有点不知感恩的但真的是这样吗？想问一下蔡委员，如果这一签下去，泽连斯基总统是不是丧国陆权这个标签就变成他的历史定位了？泽连斯基已经不重要了，他什么角色也不重要，有没有上权有没有辱国一点重要性都没有了，因为他现在已经是一个破产公司的 CEO， 准备被扫地出门了，你还有什么意义呢？我跟各位讲，这28点和平协议啊，其实就是一个样本，什么样本？破产公司不良资产处理协议。第一个，有3个块土地，已经被法拍了顿涅斯克、卢甘斯克、克里米亚已经法拍了权利已经被拿走了，一进入法拍程序，权利就没有了。好，那其他的还有2个，赫尔松、第聂伯罗或者一部分扎波罗热，这正准备进入法拍程序啊。那为什么？因为你破产了。那再来，破产了以后要限制员工人数啊，所以你怎么可以有60万人，对不对？啊，那你破产公司，你还有什么经营公司的权利吗？那当然，出来执行这个破产公司的是债权人，是谁？美国债权人。美国呢，要把你的里面剩下的产值齐了以后，看能不能拿一点回去补偿他的债权损失，建立停损点。可是欧洲不是债权人。欧洲是股东，公司破产了，你继续注资不多，1000亿美元，这什么意思？欧洲你股东啊，你股权赔光，你还讲什么东西？你就拿钱出来，我是债权人，我要捞本回去，合不合理？合理。为什么？这个就是很标准的不良资产处理协议。至于你说啊，你这个 CEO 泽伦斯基，100天内请你滚蛋，你现在是清算人、看守人，爱不爱随你便哦。那你说批评这个什么什么乌克兰割地，你地是我川普割的吗？早已经进入法拍程序了，你还在讲什么割不割地啊？那你说哎呀，都单方面是俄罗斯说啊，那好，我继续打就在这个案子出来之前，这个美国的陆军部长好像叫什么 Daniel Drico， 他上了一个报告给泽连斯基。给那个川普说，现在乌克兰2个月以后只有2种结果，要么你有秩序投降，要么你全面崩溃。什么意思？有秩序投降就是重整完成破产程序。什么叫崩溃？啪嚓，由这个债权人随便挖，2种情形随便搬这2种情形而已这个是不是符合事实？是的。你现在乌克兰只有秩序投降跟全面崩溃，你溃败，你已经没有选择了。那你为什么把公司经营成这样子？问你这个伟大的 CEO 然后更觉得这个跟以前的投降或者和平协议都不一样。和平协议开头都会讲说，我们基于安全基于人权基于什么，讲了一大堆有没有然后我们达成什么样的协议等等等等这没有，一开始就直接就不良资产怎么处理，这一块你的。这一块我的，俄罗斯你那3000亿，1000亿拿出来给乌西重建，然后股东欧洲再来1000亿，然后剩下2000亿，俄罗斯要重整要重建乌东，那这个钱还有我美国要分一半，就这么简单。为什么我重整人我重整人，我要把我的投下去的钱给捞一部分回来当然不可能完全捞回来。他讲的是矿产都是骗人的了但是不管如何，你这互相吵来吵去，凭良心讲，就有个破产公司，泽连斯基毫无选择的空间。是，蔡委员用这个破产清算程序来描述现在俄乌的处境，还有乌克兰跟泽连斯基能够处理的方式，非常的生动。刚刚提到，感觉是非常被动，只能掏钱出来这些股东的欧洲国家，他们当然听到这28点也是一懵感觉我现在话语权越来越低除了继续往里面投钱跟军援的价值之外，我好像真的不能说什么话了。所以这份提案呢，这个法国、英国跟德国第一时间是拒绝了部分的要素，并且提出了改版。他们认为呢，这个原始提案给俄罗斯太多好处了。好，乌克兰要被限制军力，俄罗斯却受到不对等的对峙战斗民族如果持续的往东扩呢，那我北约的这个心腹大患一直这个问题没有得到治本的保障。所以杨老师你怎么解读现在欧盟的作为，还有他们要求，美国你不让乌克兰加入北约，但我们做一个类似
北约第5条款的安全保障，来形成这个共同防御命运共同体的这个可行性，真的有吗？法律上我觉得不可能。法律上目前的28点里面其实是有谈到，如果俄罗斯攻打乌克兰，将会遭受到其他所有相关各国协调的军事反应。也就是说，各国会采取军事的反击，但这没有任何法律上的承诺，而且我也不了解这个协调的军事反应是什么意思哈，所以很模糊。蔡委员刚才用这种不良债权的处理，我觉得这个很现代性，蛮有趣味理解的。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因为对欧洲人他们真的就是回到过去，整个19世纪那种国界领土的更改，不就是一个一个都是这样子的案例吗？从梅特涅到俾斯麦到一次大战，从波兰被瓜分，德国丧失领土，然后呢，整个乌克兰一直都是整个东欧到中欧就是这样子不断的往往返返，每一个条约、每一个领土的重建，大概都类似，跑不掉的，因为你输了就是输了，被占领了。现在这是。这个28年里面有3个大重点：第一个领土，第2个安全，第3个债务跟削减制裁以及相关的这个投资问题。领土的问题，你这边讲用台北加新北，他们在欧洲不知道台北跟新北加的是多少。卢森堡，好像卢森堡就是卢森堡。对，因为其实顿内刺客没有完全被俄军占领，他要整体的顿内刺客，但是他也放了一些出来。所以整个加减之后大概2500平方公里，所以领土，但问题是整个乌东大概乌克兰的1/2，尤其这里面是富藏了煤矿、稀土、工业基础都在这边，所以领土代表了很多的意涵。那当然这也是乌东俄罗斯语主要集中的地区。那第2个。就是安全，这里面尤其我们今天的问题是安全的问题。你只能有60万，不过现在《纽约时报》说，目前乌克兰的军队只剩80万，60万 OK。你不可以加入北约，北约也要明确拒绝乌克兰加入。还记得2008年北约的高峰会邀请乌克兰加入吗？我就要问了，说好的乌克兰有事，北约有事呢？从过去一直以来将近20年，美国跟北约不断的鼓动乌克兰做我的代理人，我让你加入欧盟，我让你加入北约，我保障你安全。就乌克兰被打鸡血一样，把自己合法的总统亚努科维奇给拉下来，搞得国家4分5裂，发生战争。最后呢，他是给你很多的经济军事援助，但是你怎么在战场上传统武力打得过俄罗斯呢？结果现在被占领了。你面临到再一次19世纪领土丧失的这样一个重演，跑不掉的了。只不过是细微的调整，只不过是时间的调整。至于说你还想要类似北约第5条的安全保障，白宫就会说，那你们去跟他第5条啊，美国这边不会跟他第5条嘞。那欧洲这边做得到吗？当然做不到了。所以这也是一个死局哈。那经济学人呢，同样跟杨老师一样。不看好这份和平计划，并且他们是用尖锐的语气示警，说这28个提案一旦落地的话，可能会造成乌克兰更加的脆弱，欧洲的更加分裂，美国也不安全。那么当中唯一的获利者就是俄罗斯了。普利兹新闻奖的得奖作者弗里曼，他甚至形容这简直就是现代版的慕尼黑协定啊。那如果这份方案真的落地，未来的5年到10年，我都不知道观众朋友要怎么想象这个欧洲版图可能会变成什么样子。国跟国的那个边界可能要改变了，世界地图要改。好，那攻打乌克兰事件之后，普丁如果真的这么轻松就下台，然后致谢下台一鞠躬，然后获得这么多好处，是不是给了他一张合法化的侵略通行证？舰长，你的看法？我们来讲到说这个弗里曼讲的这个有关于慕尼黑协定的部分啊，其实就是1938年所有的列强通通同意了德国兼并这个苏台德地的这个部分啊。那但是现在呢，好像是英国、法国以及德国突然有了那个他的正义感，说要帮这个乌克兰出头啊，但是可能吗？那个他能提供乌克兰什么呢？
你当初德国说好的金牛座巡弋飞弹呢？你先给嘛。那但是我们想到说啊，其实刚刚讲到有关于是不是俄罗斯未来会向西扩张的部分啊？我们先看看，从那个1994年布达佩斯安全保证备忘录完成之后，真正不断东扩的是北约啊。那俄罗斯从来就没有往西边走过啊，所以其实现在有很多的智库以及专家在讲说，真正的攻击性的这一个国际组织反而是北约。那俄罗斯还有这个底气吗？如果他有这个底气的话，我们看看战场上就好了。T-72的这种老旧的主战车都被拉到第一线了，那代表什么？代表他的所有的装备几乎都已经要进出了嘛。那至于说未来是什么，我们就看现在了。我们看到这个库皮扬斯克的部分了，库皮扬斯克几乎等于也要即将陷落。那当然大家就讲说，小舰长，你讲了1年多的红军城，红军城对啊，红军城现在被围了怎么样？红军城已经几乎完全陷落，没有陷落的只有一点点地区而已。那但是现在说要割地啊，那其实这个割地，其实这个问题回头就要问泽伦斯基了。当初如果不打这场战争的话，你可能说这4州未来被割出去吗？我们来看啊，卢甘斯克其实他已经全境都已经被打完了，可是顿内茨克没有啊，顿内茨克只有打下了76%。